10月31日，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就当前及今后一段的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王毅表示，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敦促美方停止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王毅强调，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20大报告。通话中，布林肯表示，美方密切关注中共20大和大会报告。王毅表示，20大是一次团结、民主、进取的大会。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响应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将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已经被证明成功的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中国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将保持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大会对外发出的重要信息是，中国将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继续奉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整体进步，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这是中国为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提供的最大稳定性。王毅说，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就请认真研读20大报告。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美方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主观臆测，更不要让意识形态偏见蒙蔽双眼。实际上，中美在相关议题上以及在内部的争端上，都是围绕对方的政策是否公开透明。中美处在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所以我们担心的是，双方因为误解彼此而错过了很好的沟通与交流时机。我们需要把握每一次契机，把我们所要表达的以及我们真实的情况让对方看到。就在28号，王毅接受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到任拜会时，也同样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中共20大的主要成果和重大意义，并强调美方不要再试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打交道，不要总想着打压遏制中国的发展。伯恩斯表示，高度关注中共20大，认真研读了20大报告。中方的介绍有助于加深美方的理解。不过，继今年8月美国推出芯片法案，妄图推动芯片制造回流后，日前拜登政府试图打压、削弱中国获得和自主开发半导体关键技术的政策力度再度升级。10月7号，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宣布了一系列在出口管理条例下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新规，以限制中国购买和制造高端芯片的能力。新规禁止将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先进芯片销售给中国，还限制美国人员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支持中国境内某些半导体工厂制造、开发或生产。这被视为9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最大转变。分析指，所有主要芯片设备制造商都将受到新规的影响。事实上，美国最新举措给全球经济界带来了震动。芯片制造设备供应商的股票应声下跌。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院国防政策专家塞耶尔斯认为，此举反映出拜登政府的新举措是着眼于遏制中国的进步，而非简单的寻求公平竞争。王毅在通话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不仅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美方应停止对华遏制打压的做法，不要为两国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美方出台对华出口管制新规，限制对华投资，严重违反自由贸易规则，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必须予以纠正。布林肯表示，世界期待美中合作，美方愿就下阶段美中关系同中方保持沟通，开展合作，探讨两国关系的基础。实际上，它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标准。一方面，我希望你跟我共同去做一些公共事务，并且希望你在全球的公共事务中承担更多。但另一方面，我的技术管制以及对你企业的投资审查，从来都是越来越严的。总体上来看是一个积极的，但是过渡到细节上来看，还要看后续的落实情况。双方还就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看法。王毅强调，各方应保持克制、冷静决断，加大外交努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失控。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能关闭谈判的大门；只要有1%的可能，就要为和平付出100%的努力。在美方释放的通稿中，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双方讨论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及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的需要。室内卫视注意到，此番通话是中共20大闭幕以来中美高层的首次通话，而外界普遍预计王毅将继续主管外交事务。
有学者认为，这显示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高，最高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将在未来5年内继续得以落实。值得一提的是，外界注意到，美方近期一直对外营造关于中美元首可能会晤的氛围。拜登将于下月11号赴埃及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紧接着将赴柬埔寨金边参加美国东盟峰会及东亚峰会，并于13号至16号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参加 G20 峰会。拜登曾在9月表示，如果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他肯定会与其见面。上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透露，双方团队仍在努力安排拜登与习近平在11月份可能举行的会面。美国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也已不止一次在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关于中美元首是否将会晤的提问。虽然回答都是目前无可奉告，但他也表示会继续努力保持联络渠道畅通。不过，自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执意窜访台湾后，中方宣布了对美国的8项反制措施，取消了3个涉及中美两军间的工作机制，暂停了5项中美合作，至今未恢复。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在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重启有关沟通需要有利的条件和氛围。本月26号，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2022年度晚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晚宴致贺信称，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增加稳定性和确定性，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也向晚宴致贺信。他表示，中美两国在应对21世纪的全球挑战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应对气候危机和加强全球卫生安全。联合早报报道指，种种迹象显示，中美关系似乎开始解冻。中美元首致贺信这个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常规的操作。那我们常规的操作得以保留，也说明双方有意去重归沟通交流渠道。但是呢，这个沟通交流能到哪个层次，还取决于双方的努力。因为目前的话，双方高层的会晤基本上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我们的沟通交流如果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最终也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效果。